We thought we would not find him. It has been nearly 7 days. We even began the last rite rituals. At first, we were not sure if it was him, but they sent us photos to confirm, and then I was happy. After he and a Polish climber turned back before reaching Everest's summit. The client made it down to base camp, but the 52-year-old guide disappeared between Camp 3 and Camp 4. Almost a week later, a cleanup crew packing up the climbing route after the season ended found him above base camp near the Khumbu icefall. He was brought down to safety, then rushed from the helipad to hospital on a trolley. His family says he's doing well. He recognised his daughter, is speaking and is now being treated for frostbite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More than 1,000 climbers and guides reached Everest summit this season, making it the busiest on record. 大家好，我是大王。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在珠峰上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愤怒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夏尔巴向导，他被他的客户扔在了死亡区，整整是6天6夜，没吃没喝没氧气，最后他自己一个人呢，从7000多米的地方，硬是生生的爬回了大本营。在他被发现那天，他的妻子已经为他的灵魂做完了最后的祈祷仪式，家里人呢正给他在办葬礼。这个人啊，叫做达瓦，又叫做希拉里·达瓦夏尔巴。这个希拉里啊，是用第一个登顶珠峰的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的名字来取名的。他呢，现年已经52岁了。你想，52岁的年龄，在珠峰上7000多米的高度，而且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足足爬了6天6夜。你想，这绝对是一个传奇啊！这个位尼泊尔人啊，他干了一辈子的向导。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捋一遍。就这个事儿啊，是怎么发生的呀？还有在其中反映了怎样的人性的这种丑陋不堪，以及人类登山之王夏尔巴人的悲剧。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呀。这件事儿啊，发生在今年春季珠峰登山季临近收官的时候，52岁的这位夏尔巴向导达瓦，他承接了最后一批冲顶护送任务。2026年的春季，珠峰登顶人数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说白了，现在登珠峰，你有钱有向导啊，基本上都能比较安全。来自全球各地的登山客呀，是纷纷赶来，都想圆自己登顶的梦想。达瓦受雇的这个旅游公司啊，订单也是非常多。5月下旬呢，他就被派去执行这个季节的最后的一批护航任务，负责护送英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克里斯和波兰登山爱好者马留什来冲顶这个珠峰。达瓦虽然个子不高，但是他被他的老客户们形容为温柔的巨人和山中猛虎，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高海拔登山向导。登山呢，也是他的重要的收入来源。然后他们那天啊出发以后，天气啊一直就不怎么好，沿途呢也接连出了一些意外。最后啊，他们整体是经历了10余天这个攀爬，然后才在5月29日艰难的抵达了这个珠峰的顶峰的区域，还没到顶峰啊。然后克里斯呢，他最后是成功登顶了。马留什呢，因为严重的这个高原反应，双手又重度冻伤，最后啊，他就被迫放弃了登顶。因为天气不好嘛，所以登顶之后啊，就开始了急速的下撤。下撤到3号营地上方的这个死亡区，海拔7600米的这个黄带区域的时候啊，天空就出现了这个狂风大作。然后他们当时啊，这体力都已经快透支了，达瓦这个氧气瓶也是耗尽了。为了不耽误这个客人下撤呀，达瓦还示意说啊，你们可以先行下山，然后自己呢可以短暂休整之后再追赶。克里斯呢事后受访说，自己啊当时确实问过达瓦的状态，对方再三表示啊没有大碍，他们这才放心离开。之后啊，克里斯就带着受伤的马留什也是匆匆抵达了营地。之后啊，他就一直没有等到这个达瓦赶回来。开始呢，这2个人还心存侥幸，决定呢先观望一段时间再看。结果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拖延了19个小时之后，才向救援队报道了达瓦落后的情况，黄金救援时间就这么被错过了。这就是整个事件中最让人愤怒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先下撤呀，包括其中马留什还受伤了嘛，那你护送马留什下撤，这个咱也不能说有太大的问题哈。但是你下撤了之后，是不是应该马上说呀，马上报告一下，还有一个人留在山上呢？如果你及时报告了，就不会有后面这6天6夜的问题了。因为啊，你看5月31号，这是珠峰春季登山季正式收官的日子啊。由于他们没有报告，还有一个人留在山上，所以工作人员就按照惯例拆除了登顶沿途的全部的金属梯子和固定的绳索。
所以这条珠峰南坡的下山的唯一的通道就被中断了。达瓦呢就彻底的被扔在了海拔7500米的孤岛上，周围是什么？是悬崖呀、冰瀑，非常凶险。就算是非常厉害的登山家，也没有办法就不靠那些什么绳索，还有那些金属梯徒手下山呢。所以接下来的这6天里啊，达瓦后来他认定啊，已经没有人了回来救他了。于是啊，他就在没有口粮、氧气、保暖帐篷和通信设备的情况下，开始了非常艰难的求生之旅。他事后就回忆说啊，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是白天顶着刺骨的狂风，绕开了一个一个的冰川裂缝。咱得说，幸亏他是个资深导游，可能知道哪里有裂缝哈，哪里不能踩。然后他又说呢，头2天啊，几乎什么都没吃，后来呢就开始嚼冰块，牙齿呢非常疼，但是还得用力嚼啊，因为要补充水分啊。然后他口袋里好在还有一点剩余的巧克力和一点零食来进行充饥。晚上啊，就蜷缩在岩石的缝隙里面避风御寒。这中间过程中啊，他还掉进了一次冰裂缝，然后就靠自己啊设法爬出来。但凡对这个冰裂缝和雪山有点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冰裂缝非常的凶险，可以说是雪山上最凶险的地方之一啊。因为这个冰裂缝一旦掉进去，你看着好像很窄的一个裂缝，掉进去那可能是深不见底。你可能轻则是几米啊，深则是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都会有。所以这冰裂缝啊，一旦掉进去，轻则是骨折，重了就可能丧命。基本上就掉进去的人啊，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爬出来，何况这个达瓦他还没有那么多的工具啊。达瓦就回忆说啊，他掉进去之后啊，他就一度以为他根本就活不下来了，以为他自己啊就会交代在这里了。后来呢，他就依靠强烈的求生意识，他刻意放缓了呼吸，减少耗氧，因为他没有氧气了嘛。然后硬生生的徒手啊，就抠住那些冰壁，一点一点往外爬。最后啊，终于是爬出来了。达瓦事后回忆说，是因为想要回家陪伴家人的这种执念，让他没有放弃求生的欲念。在达瓦艰难求生的同时，他所属的那个旅游公司啊，却没有把这名失联的员工的性命可以说放在重中之重。他们虽然也报警处理了，但整整这5天时间里，也没有组织任何地面的搜救啊，只在第6天呢派直升机高空巡航了一次。可这次呢，高空搜寻又因为浓雾啊、山体遮挡等等原因，就没有找到达瓦。所以有些网友就评论说啊，你在第6天才派直升机去，你是不是就意思啊？所以很多人非常愤怒。那经过这个所谓的例行的搜寻之后，他们就默认啊，达瓦已经遇难了。然后通知家属呢来处理后事。达瓦的家人啊，听到这个噩耗，就只好强忍着悲痛，按照尼泊尔当地的习俗就开始办理葬礼。截止到那天啊，所有人都已经默认达瓦已经遇难了。但是奇迹和传奇终于发生了。6月4号的清晨哈，这个珠峰垃圾清理的巡逻队在一个冰瀑的附近，发现雪地里在缓慢地蠕动着一个人的人影。他们赶过去一看，正是失联了6天的达瓦。负责救援的这个8K 探险公司工作人员彭巴他就说啊，被发现的时候啊，这达瓦呢依旧是完整的穿着登山服，幸好他的登山服是完整的，要不然你想怎么办？没有办法保暖的话，可能就冻死在里面了。但是呢，他已经是浑身冻得僵硬了，多处已经有冻伤了，身体极度虚弱到了极致了。但是他的意识还是非常清醒的，还能够自主的活动。然后他就靠着仅剩的力气，一点点就往这个大本营方向爬呀。这个时候他是已经非常严重的脱水了，他那个冻伤也是比较严重，而且骨啊已经骨折了，身体又极度虚弱啊，却意识的非常清醒，可以说真是一个奇人啊。所以这个救援人员立刻为他补充了热食和热水哈，紧急处理伤口，然后用直升机将他送往加德满都专科医院进行救治。很快啊，就在当天，他的家属也赶到医院去探望他。他的女儿探望他之后就出来说，能认识人，然后状况也比较良好，还能说话，然后家人都非常高兴哈。然后这个医生也直言啊，就说在珠峰这种7500米的死亡区，没有氧气补给，没有食物，缺乏这个保暖设施的情况下，这个人类存活的极限一般仅仅是24个小时。可是这达瓦呀，凭着数十年的登山经验和超强的意志，顽强支撑了144个小时，堪称是珠峰史上的生存奇迹。在达瓦获救之后啊，他的家属包括很多网友啊，都是对这个雇主方和救援公司非常的气愤。他的侄子啊，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受困方是外国游客啊，或者是有钱人，
那救援公司一定会倾尽资源来救援啊。这种区别的对待，就是不把夏尔巴向导的性命当回事儿啊。事发之后啊，涉事的探险公司又互相的推诿责任啊，都拒绝承担救援失职的这种过错啊。这2名游客呢，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说法，给自己找理由啊，也没有愿意为这起几乎要涉及人命的这种遗弃事件来负责的那个意思。所以目前啊，这个达瓦的家属已经报警，并且向尼泊尔的旅游部门啊，还有登山协会来投诉，提出啊要彻查这次事件的全部的责任方。很多网友也呼吁啊，应该对达瓦进行大额的金额赔偿哈。大家看完这6天6夜的求生的经历啊，其实真的是很难想象这达瓦独自面对死亡的困境时候，他内心当时是经历了怎样的极致的这种绝望和煎熬，也很难想象那些漠视生命的责任方，他们的人性有多么的凉薄呀。但幸好啊，就是达瓦还是活下来了，他注定会成为登山史的传奇。现在网上吵的最多的就是啊，这克里斯为什么没有回头去找达瓦呢？就是你到了营地了之后，你把伤员也送回去了，那你是不是应该赶紧报告，或者是甚至组织人员去接应一下达瓦呢？也有人为克里斯说话，说克里斯当时面对的呢是一个常年合作的老向导，这老向导呢又说自己没有事儿啊，又让他先走，所以这种情况呢，按照经验来说呢，以前确实也发生过啊，也有老向导呢自己就走回来了，所以呢，他没有把这次的老向导说没事啊，你走吧，和以前的那种没事区分开啊。有人认为他就是判断失误啊，不是冷血。也有人说呢，那登一次珠峰啊，一个人花呢大概10几万美元起步，那花这么多钱是吧？然后请你来呢是做向导，而且呢这2个客人有一个人已经受伤了，那先行把这个受伤的客人先送回去是吧？你相当你说你没事儿，那你就慢慢跟上来，是不是也 OK 啊？要说这些想法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夏尔巴人毕竟是登山之王嘛，又非常的有经验，而且这2个客人中又有一个人受伤了，先把他护送回来，可以说呢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这里面最致命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回来之后，及时的去报告说有一个夏尔巴人还在山里没有回来。可以说，但凡他报告了，那也就意味着金属梯子和绳索就不会撤掉，也就意味着达瓦呀，他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他回来也不用耗6天6夜，甚至掉进了冰窟窿里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客人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及时报告啊，这个其实他应该负相应的责任。再有啊，就是看过这种登珠峰的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哈，常年压榨夏尔巴人的啊，有的时候他确实也不是这个登山的客户啊，而是那个登山公司这种中介的角色，再加上那个政府当时那套混乱的管理体系，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哈，这个男性啊，往往常年是冒着生命危险啊去做这个向导。但是呢，收入其实真不多。你看这些登山客啊，他动辄就花10几万美元去登一次山哈，好像确实花了不少钱。但是登山客花出去的这种高昂的向导费，其实大头呢是进了中介的腰包。以前呢，在天气条件不好的时候啊，向导已经陆续遇难了啊。这个时候呢，中介和客人有时候还会强迫他们要继续工作啊，威胁他们，如果你们不工作，以后就不找你了啊。这就是这个行业里面非常冷酷的一个地方。另外啊，就这个克里斯啊，我就是他不报告，其实他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正常情况下，哪怕他报告了哈，下山的人他只要说一声，还有人留在山上，夏尔巴人啊，他自己就会组团去救他们的夏尔巴人，这也是他们这个群体内部的一个默契。换成如果是游客滞留在山上，那夏尔巴人往往也一样会上去救哈。至于能不能救成呢？一个是看天气，二是看呢这个钱能不能给到位哈。但这次的问题是，达瓦的亲属对外公开表达了对搜救进展的不满。公司层面呢，这5天的反应速度确实也配不上一个人命关天的这种事件。不过，其实，在珠峰啊，这个夏尔巴向导掉队失联这种情况呢，在珠峰其实并不罕见。只不过这次呢，因为达瓦他活下来了啊，被整个全篇报道出来，所以大家才开始关注这件事儿。就在达瓦这件事儿发生的同一个登山季啊，就今年已经有5个人在登珠峰的过程中死亡了，其中3个人啊就是参与珠峰准备工作的这个尼泊尔人。现在也有网友啊把矛头指向了公司和保险体系。达瓦所服务的这个小型的运营公司叫做喜马拉雅穿越探险公司，攀登许可呢是通过另外一家公司叫8K 探险公司办理的。事后呢，这2家公司呢也互相说哈，对方应该在搜救协调中负更大的责任。这件事背后呢，是整个夏尔巴向导这个群体啊，其实他们长期啊被低估的一种处境。夏尔巴向导呢，他们承担的是包括固定绳索呀、携带重物啊、
往返的接应啊，还有救援等等这些最高危的任务，就是说他们可以说是最美的逆行者啊。可是啊，他们受到的这个保障却非常的有限。如果他们不幸死亡的话，家属能拿到的往往只有15000美元的保障赔付啊！你看这个数字，就是带着非常明显的一种让人不适的那种消耗品的那种感觉。有批评者说啊，夏尔巴人长期被过度的使用，但他们的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很多人一提到登山家啊，觉得非常伟大、非常厉害，什么征服雪山之类的哈，而且第一反应往往是某个西方的探险者征服了多少座雪山，攀登了多少次极限。这些人呢，确实也挺不容易啊，他们呢也确实非常专业啊，但只是对普通人来说。但是如果他跟这个夏尔巴人去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登山家跟夏尔巴人这个群体比起来，那就咱不说是渣渣也差不多。就夏尔巴人，人家才是真正在珠峰上往返次数最多的人。从1953年第一次有记载的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开始，夏尔巴人就是这个攀登活动里最不可缺少的支柱。他们承担了这个登山活动里面最危险的部分的工作内容，比如啊，提前进昆布、冰瀑这种冰崩频发的地方铺这种路绳，背负了全部的登山的物资啊，还有全程保障客户的安全等等。每一年的登山季，他们背负数十公斤物资往返高地营地，提前铺设绳索，清理路面的隐患，来调整客户的氧气供给等等哈，还有处理沿途各类突发的险情，就一年一年一趟一趟。你想啊，这很多人就是自己背个氧气瓶登个珠峰都难，他们每次都要背几十公斤的物资，在这种高原的缺氧的地方去往返，你想得有多大的消耗是吧？很多夏尔巴人年纪大了，也是照样在干这个活，所以你看达瓦都已经52岁了，他还在带队来冲顶。那这种人在登山圈里，没人叫他们登山家呀，是吧？但其实他们又是最伟大的登山家。外面的世界记住的是谁呢？都是记住啊，谁第一个登顶了，第几次登顶，留下了什么记录。可是带着他们上山的人，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你看前面我提到达瓦，他的名字前面还冠了一个希拉里的一个名字啊，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愿意的还是别人给他起的。所以其实你看达瓦的登山的水平和能力，其实应该不亚于这个希拉里。所以啊，说句实在话，你那些花什么大钱来登顶珠峰的记录，真没什么值得抬高的。人家夏尔巴人是用命啊把你这些人拖上去的，跟考试作弊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了。你说你登珠峰，如果你不用向导，你就全靠自己登，那你是真正的实力。但你说你就整个向导，然后人家又帮你背这背那的，你这算什么实力啊？真正的珠峰登山王就是人家夏尔巴人。在整个登山过程中，很明显啊，你看谁在承担真正的风险，谁在真正的负重前行，就是人家夏尔巴人。但这件事儿有意无意的被忽略了很多年啊，可以说这不是疏忽，这是一种很彻底的视而不见。可以说达瓦这次幸运的活下来是他的运气，也是他自己啊几十年攒下来的本事和能力。我们再来说说夏尔巴人为什么登山就这么厉害了。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夏尔巴人啊已经逐渐进化成了一种超人般的登山者。就算他们在这种氧气稀薄的高海拔环境，它能产生的能量的那种能力非常的异常的高效啊。他们体内那种线粒体使用的氧气的效率比这些低海拔地区的人要高得多。在缺氧的环境下，他们如果要获得同样的能量，需要的氧气就更少。所以他们在高原上那种细微血管里的血液的流速啊，也非常的稳定快速，肌肉和器官都能够最大程度上获得氧气和营养。还有医学院的一些研究发现，夏尔巴人的体内有10多个特别的基因，血液中呢血红蛋白的浓度比较高，血压比较低。即使在低氧的环境里，心肺功能依旧非常强大。这不是玄学啊，这就是写在他们基因里面的。所以当年外界一度传言，夏尔巴的传奇人物丹增诺尔盖有3个肺，说的就是他这种身体上的差距啊。就说普通人是靠意志力来硬撑，但夏尔巴人啊，人家是真的从底层构造上就更适合这个环境。1953年5月29日，也就是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的这个记录啊，就是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他们是从南坡成功登顶了珠峰，这是人类的第一次登顶珠峰，也是夏尔巴人第一次被外界认识的一天。这一年也是达瓦这个名字的来源哈，就可以说从他第一次登顶之后，这个登珠峰的记录基本上就被人家夏尔巴人给
断崖式的垄断了。比如登顶珠峰最多次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分别是阿帕夏尔巴、普巴达西夏尔巴和卡米瑞塔夏尔巴，这3位都是夏尔巴人。然后卡米瑞塔后来呢又不断刷新他自己的记录，他还曾经在1周之内连续2次登顶，把自己的登顶次数就推高到28次。登顶珠峰速度最快的记录呢也是夏尔巴人创造的。这个人叫派姆多吉，他是用了8小时10分钟，同样的路线，专业的登山运动员呢一般需要3到4天，你看人家就用了8个小时。在珠峰顶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呢，也是人家夏尔巴人，长达20个小时。相比之下，希拉里和丹增当年在顶峰只待了15分钟就赶紧下撤了。可以说99%的登山者在顶峰停留是不超过半小时的。因为这夏尔巴人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珠峰的登顶记录里面，又专门把夏尔巴人记录和其他人记录要分开统计不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超越他们了，其他人不会被记住了。那这些夏尔巴人有没有被当作登山家来介绍过呢？也是有的但是非常有限，而且可以说这种认可来得非常晚。著名的登山家莱因霍尔德呢，在2023年谈到这个现象的时候说这是一种进步了年轻一代的尼泊尔登山者呢，正在慢慢的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认可。比如夏尔巴的向导帕桑卡吉曾经多次带领外国探险队登顶珠峰，但他总是渴望自己的攀登故事被记录下来。比如他回忆自己第一次作为登山者而不是向导来登顶的时候，他说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因为这次呢他不是向导，而是像登山者一样爬上了山。这句话背后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看他当向导的时候，可能背着更重的负重，也同样是登上珠峰，但是就不被认可。但是呢，他要等到某一次他不带客户，单纯就是自己爬，然后才能够被认可为登山者。所以夏尔巴人也被称为是影子登山家。他们很少被主流社会有那种认可和尊重，因为呢，就好像因为登山就是因为是他们上班谋生的手段，就不被认可。他们一批又一批把登山者送上了地球最高的地方，自己呢始终被当作陪衬。然后媒体也不太愿意报道谁第一个登顶，又谁打破了多少记录，很少有媒体愿意报道夏尔巴人的这些伟大的记录。达瓦这次能被记住，还是因为他奇迹的活了下来，制造了一个奇迹的话题。如果他当时就是死在那片死亡区，这事儿大概率连个名字都不会留下。这里面有个数字值得说一下，在300多名珠峰遇难者里面，超过1/3其实就是夏尔巴人，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就是淹没在这个统计表格里了。说实话，那些花大价钱来登顶珠峰的这些人其实没什么值得抬高的，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很多人都是夏尔巴人用命把他们拖上去的。这前面说了，你说跟考试作弊有什么区别呀？真正的珠峰登山王就是人家夏尔巴人，基因给了他们底子，几十年如一日的负重往返给了他们经验，这2样东西加起来，他们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登山之王。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